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中俄宣布开展更大范围的军事合作，对西方阵营呢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前几天呢，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中俄两军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协调，会定期组织海上、空中联合巡航和联演联训，进一步深化军事互信，携手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为维护国际和地区的安全稳定，服务构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不断地做出新的贡献。此前呢，中俄已经举行了多种类型的联合演习，而即将开展更大规模的军事合作，在美国看来其实也是一种模糊战略。美国最近一再叫嚣中国不能向俄罗斯出口武器装备，而中国方面的回应是，作为乌克兰战争的中立一方，中国不向乌克兰，也不会向俄罗斯出口武器。但是中俄两国之间开展军事合作，中国并没有提是否有军火贸易的内容中国之间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联合军事演习，还可以开展联合反恐演习，进行各种规模、各种层次的人员的互访、军人的教育和培训，甚至是情报交流等等。在过去的一年呢，虽然乌克兰战争正打得火热，但是中俄两军之间的联合演习还是按计划进行。中俄联合舰队曾经穿过日本列岛，进入北太平洋。中国、俄罗斯、南非海军在南部非洲海岸举行了联合海上演习。2022年底，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多国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举行了陆上联合演习。美国对此当然是不满意的，一面说不出口武器，一面又搞军事合作，中国到底算不算是军事支持了俄罗斯呢？其实中俄军事合作的意义要比军火贸易深刻得多。这些联合演习的举行，标志着包括中国、印度、南非、伊朗在内的一批国家，虽然不见得赞成俄罗斯用战争手段来解决乌克兰问题，却也不会跟随美国建立全球化的反俄联盟。这迫使美国要消耗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资源来应对。这样的话，投入到俄罗斯方向上的资源就受到相对的制约，当然会减轻针对俄罗斯的压力。在这个当中呢，中国所发挥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中国的立场和信用解除了俄罗斯的后顾之忧。中国不会加入美国一方，对俄罗斯造成威胁，同时中国能稳定东北亚的局势，阻止美国在这个地方开辟新的对俄战场。俄罗斯可以把大部分的军事资源用在乌克兰方向。中国本身呢，也牵制住了美国的大量的军事资源。美国的2个航空母舰战斗群、2个两栖攻击群、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各有一个集团军级的部队，都不敢离开东亚。美国军费开支的一大部分要用来准备对华战争。在2024财年的预算之中呢，美国打算大规模的生产武器弹药存储起来，准备用于西太平洋方向，而不敢送到乌克兰去。中国加深与俄罗斯的军事关系，也能让其他的国家对俄罗斯的前景更有信心。政治是很现实的，如果中国站在俄罗斯的对立面，对俄实施经济封锁和贸易的禁运，俄罗斯将失去出口收入和进口来源，战争呢恐怕是打不下去的。这种局面一旦出现，大多数中小国家立刻就会站到美国一边去。但中国没有这么做还在加深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那俄至少是不会输了。显然，中俄现在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反霸权主义的阵线，而且中俄都拥有战略核武器，并不担心美国的核讹诈。这就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来摆脱对于美元霸权的依赖。事实上呢，这个进程已经开始了。中国已经和沙特阿拉伯、伊朗、俄罗斯、巴西等多个国家开展了本币结算的尝试。虽然现在的交易量还不算太大，交易商品的种类呢也不算太多，但毕竟是一个好的开端。因此呢，中俄深化军事合作着眼点并不是乌克兰战场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战略。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